地狱三头犬的钢铁化身，四足兽型机动战士巴库的终极形态，机动战士高达系 CE73观星者设定解说。机体型号 TMFA802W2， 地狱犬巴库猎犬，是扎夫特在量产型巴库的基础上改进而来的一款四足兽型机动战士。该型巴库从外形上就能够很明显的看到，在其机体身上一共设置了3个头部，而这其中多出来的2个头部，便是扎夫特全新开发的地狱犬精灵背包。跟扎夫特新服役的量产型机动战士扎古系列机体一样，这个背包装备也是扎夫特发起的新千年系列项目的产物，所以该背包装备使用了跟扎古一样的精灵背包接口。虽然这样能够在带有精灵背包的新型机之间实现通用，但这个精灵背包接口与在巴库背上的基座存在差别，无法像巴库更换背部武装那样直接安装使用，因而增加了个连接部件来兼容巴库的旧式接口。这样现役的巴库无需经过改造就能使用地狱犬精灵背包。而在武装方面，地狱犬精灵背包的2个头部都内置有一门光束加农炮，只要张开嘴巴就能对敌发起攻击，使用方式就跟拉古装备的光束加农炮一样，利用自身在地面机动的速度优势，在高速行进的过程中对目标发起攻击。而且这2门光束加农炮的射速比较高，能够连续射击对敌形成火力压制，并且在头部上还装有光束獠牙，主要用于与敌方展开近战。2个光束獠牙分别朝向了正面和侧面这2个方向，在发起突袭时既能从正面刺穿对方，也能像巴库那样从侧面进行切割攻击，以此扩大突袭的攻击范围，防止被对手利用进行反击。而值得注意的是，地狱犬巴库猎犬的头部造型也发生了变化，其整体造型大致上与精灵背包的2个头部相一致，而有差别的地方是，本体头部一共有5处位置可输出光束獠牙，包括内置在嘴部位置的也是光束獠牙，而不是光束加农炮。攻击方式同样也是在张开嘴巴后输出光束对敌攻击，剩下的4个光束獠牙既有朝前输出光束刺穿目标，也能向下输出变成剑齿虎的獠牙形态，这样看起来就能像猛兽一样，在捕获住猎物后以撕咬的方式给予对方巨大伤害。如果需要进一步扩大攻击范围，这3个头部上的光束獠牙可同时输出，在扑向目标时直接一起攻击，由此将给予目标的攻击伤害提升到最大。而且除了攻击能力有得到加强之外，更换新头部后也使地狱犬巴库猎犬的防护力也得到了提升，让内部装有各种传感器设备的巴库头部在战斗中因头部过于突出而极易被攻击损毁的情况也就由此得到了降低。此外，关于地狱犬巴库猎犬的装甲需要一提的是，在机动战士高达 Seed Destiny 百科全书中有说明了地狱犬巴库猎犬装备上了 PS 装甲，但是在与幻痛部队发生的一场战斗中，有2架地狱犬巴库猎犬被漆黑强袭高达使用火箭矛抓住，然后直接一甩就将其中2架机体撞到了一起。就这样，这2架机体在撞烂引发爆炸后成了碎片，如此显得过于脆弱，就与 PS 装甲的特性发生了矛盾。由于 PS 装甲在启动后会通过相位转移效应来抵消各型实弹武器的攻击，所以如果地狱犬巴库猎犬的装甲是 PS 装甲的话，在被甩出去后所产生的冲撞并不足以一下子造成机体损毁，所以地狱犬巴库猎犬应该没有装备上 PS 装甲，只有这样才比较符合跟幻痛部队漆黑强袭高达的战斗情况。尽管在装甲防护上并没有实现性能突破，但地狱犬巴库猎犬还是有在与幻痛部队的战斗中展现出了超强的战斗力。也就是在蔚蓝决斗高达被巴库斩断了一只手臂后，扎夫特3架地狱犬巴库猎犬便抓住这个机会扑了上去，就这样使用光束獠牙击穿了未来决斗高达的 PS 装甲，最终直接贯穿驾驶舱，从而使幻痛部队1名驾驶员阵亡。虽然其队友史温在察觉了以后立即前来支援，但很遗憾已经为时已晚，未能挽救成功，使得幻痛部队这3人组成的战斗小队实力大损。而除了这场战斗出现的地狱犬巴库猎犬之外，扎夫特还有另一款白色涂装的地狱犬巴库猎犬，可以看到机体的涂装颜色使用了非常显眼的白色。该型机体之所以涂装颜色是白色，是因为之前有段时间部署在了欧亚大陆的极寒地区，使用白色涂装以便更好地适应当地地形环境进行作战。虽然后来随着驾驶员亚历克拉德已经转移到了较为温暖的东亚地区，但他还是坚持原来的白色涂装，而不改为适合东亚地区环境的绿色，丝毫不忌讳自己过于显眼，容易遭到敌方攻击。之后他在东亚地区遭遇到了佣兵组织巨蛇之尾，其对手正是驾驶海伯里安 G 的从云河，
虽然这架海伯里安 G 是从云和测试用的机型，但在与亚历克拉德的地狱犬巴库猎犬发生战斗后，还是在战斗中成功给予了他重大打击。而在这场战斗结束了以后，由于地狱犬精灵背包装备在战斗中受损严重，亚历克拉德对精灵背包装备进行了调整。可以看到，地狱犬精灵背包在改造之后，原先2个头部已经移除，换成了2个大型推进器来进一步提升自身的机动性能。也就是从这时开始，这架经过改造后的地狱犬巴库猎犬就这样成为了亚历克拉德区别于其他地狱犬巴库猎犬的专用机型。尽管各方在看到亚历克拉德在作战中的表现后，均承认战斗表现极其出色，但他作为扎夫特东亚地区代理指挥官，始终坚持堂堂正面对决而不屑使用作战策略，以至于他的作战指挥表现没有让上级感到满意。结果在叠加其他因素的影响下，亚历克拉德在东亚的代理指挥官位置被其他人取代。而在漫画《机动战士高达 SEED CE73 Delta Astray》中，还有一架绿色涂装的地狱犬巴库猎犬，其属于是名为艾萨克毛驾驶的机体。该名驾驶员在第一次 Plant 和地球联合的战争期间，一度在克鲁泽队中经历了与3舰同盟发生的孟德尔战役。后来这场战役结束后，克鲁泽队解散，他就转入到了由伊扎克率领的9尔队，然后继续参加接下来的第2次亚金杜维战役，并在这场战役中为阻止地球联合军向 Plant 投降核弹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接着到了第2次 Plant 和地球联合的战争期间，仍在扎夫特军中服役的艾萨克毛奉迪兰达尔议长的命令，去火星使团的阿西达里亚号宇宙运输舰上承担了观察员职责。也就是在这期间，他驾驶的机体便是这架地狱犬巴库猎犬，而后来则改成了装备地狱犬精灵背包的扎古勇士。值得一提的是，地狱犬精灵背包头部上的光束獠牙还能作为手持武器，只要卸下后就能组合成光束剃刀与敌方展开近战。虽然也能像安装在巴库上那样使用，但扎古勇士并不具备巴库在地面的机动方式，所以在对敌发起攻击时的方式会有所区别，并且操作难度也很大，导致了地狱犬精灵背包在扎古机体上使用的情况十分少见。到目前为止，除了艾萨克毛驾驶的这架地狱犬型扎古勇士之外，另一架已经登场的地狱犬型扎古勇士便是名为死的战斗调整者驾驶的机体。它作为民间军事组织的佣兵，有被派到东亚地区执行了相关作战任务，一度在遇到前奥部精英驾驶员巴瑞霍后发生了战斗。虽然在接下来的格斗当中成功将巴瑞霍杀死，但没过多久就被巴瑞霍的徒弟特洛伊诺瓦雷驾驶一端高达绿色机击败，让他在东亚的战斗旅程就此画上了句号。包括他在东亚地区新加入的第4军组织，也在这场战斗结束后跟着瓦解。